天我要讨回公道，要你一笔还清。别动手！我就成全你。你真的不怕死？龙王爹爹，龙王爹爹，你把我杀了吧，作为人类对龙族的偿还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笨！你是我的恩人，我还没有给你报恩呢。你叫我杀你，陷我于不仁不义。我这样做的话，比那个狗皇帝更卑鄙无耻。走！父皇，父皇，李斌，你是个孝顺儿子，不过你父皇这么狠毒，是你的不幸。你想求我了，朕不会饶恕你的。哼！你果然颠三倒四，恩将仇报啊！好，本王要好好的教训一下。龙王爹爹，放下恩怨吧。嘿，父皇，不要两败俱伤啊！龙王爹爹，龙王爷爷，龙王爷爷，你看，小鸟孵出来了，它们快快乐乐的来到人间了。龙王爹爹，你看小鸟多可爱啊！龙王陛下，就用宽恕对方来化解以前的恩怨吧，不要再生灵涂炭，让龙族和人类百姓安定生活，繁衍后世吧。龙王爹爹，生命多么可爱，我们不要再仇杀了。没错，新生命的确很可爱。心肝宝贝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应该再打了。龙王陛下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他们是打不过我们的，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啊！对方要来送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父皇，刚才一战，我不想让你受伤害，不要再斗下去了。好，今天朕就放过你。放过我？看谁是手下败将！不要让仇恨糟蹋我们的生命了。是啊，父皇，龙王陛下，生命应该是快乐的，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，就别再打了。禀告皇上，那些百姓越来越愚昧了，在全国各地继续兴建龙王庙，拜祭龙王。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求发财、求平安，总之香火鼎盛。好，那就让老百姓继续愚昧下去，让龙王老头子继续放松警惕。那么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一切。龙王老头子最近怎么样？回皇上，龙王一家人聚集在一块儿，共享天伦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朕就不相信龙王没有防备，他不怕朕杀他个措手不及吗？也许他表面假装逍遥，其实暗中正计划着怎么杀了朕。皇上英明，微臣也防他们有诈，已经在皇宫的内外加强保护，龙王他们是绝对伤害不了皇上的。微臣也派了探子继续监视龙王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皇上报告。好，做得好，不枉朕器重你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已经催促刘方氏研制成毒液，现在就呈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效果如何？回皇上，微臣经过多次试验，效果良好。这种毒药虽好，但还要改良。
兵不厌诈。这种毒药有颜色，有颜色，敌人自然会防范。你去跟刘方士说，朕要的是无色无味的毒药，让他马上加紧研制，稍有延误，朕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微臣遵命。龙王，朕是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。哇，这就是你们龙族的历史啊！嗯，真的好壮观哦，源远流长，五方五土都有你们龙族的存在，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！是啊，所有的龙王都负起了施云布雨、造福百姓的任务，在民间可谓是万民敬仰。对极了，这回龙王获救，你这个龙族大英雄功不可没，你可以如愿以偿娶到你最心爱的公主了。其实，当不当英雄一点也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水玲珑过得开心幸福。哇，真是标准的情痴！我要是年轻20年，说不定也会对你动心的哦。嗯，跟你开玩笑的。看来我很快就能喝到你们的喜酒了。怎么了？你不着急吗？其实我比谁都急，可是龙王一直都没有跟我提去水玲珑的事情。哦，他好像忘记了曾经对我的承诺。啊？龙王陛下曾经答应过我，如果他被救出来，他就把水玲珑许配给我。那你有没有明示过或是暗示过他呢？傻小子害羞了。傻小子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紧张过。放心吧，我帮你去跟龙王提亲。来，我给你斟上。谢谢。这第3杯呢，我要敬龙王，是预祝龙王多添小龙子、小龙女。哎呀，你这句话呀，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本王真的希望能够多生些小龙子啊、小龙女啊，越多越好啊。本王希望啊，龙丁兴旺，香火延绵啊！来喝。赚我龙族盛世，再辛苦我也愿意。玉娇，为了我，你真的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啊，太好了！好儿子，快给父王多生些小龙女、小龙子啊，越多越好啊！玉娇阿姨答应，多辛苦也会帮你们带大他们的。其实我们已经很努力了。那就行了。啊，玉娇，看来你又会很忙哦。谁说帮他们带了？哎，你干什么生气？刚才你不是答应要带孩子的吗？龙王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女人呢，当然很想生自己的孩子。那也不用发脾气嘛。啊，她真的不像你，你生过孩子，有母性的温柔啊。除了我死去的丈夫，你是第2个说我温柔的女人，是吗？听起来真的好舒服。真的？那本王和尊夫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对呀。对了，做人一定要讲信用的。龙王，你是大英雄，答应过的事一个都不能反悔哦。当然了，本王一向是一诺千金，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什么？才3杯酒就要定终身了？哼，有些人的手腕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哎。你抢了我的龙王，抢我娘娘的地位啊！玉娇，不得无礼！哎，大家喝酒，多喝杯酒啊！玉娇阿姨，刚才是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他就是跟我争龙王。哼，2个人眉来眼去的，当我是死的。谁要跟你争这个龙王蛮牛的啊？我是为了姚烈的婚事。哦，你想为姚烈提亲呢？龙王，你还记得吗？第1次姚烈到冰窖救你的时候，你对他承诺过什么？哎，我当然记得了，我可不是老糊涂。我答应过姚烈，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遵守承诺的。
多谢龙王陛下成全。哎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坐下坐下。怎么可以拿我的婚姻做交换呢？我反对！哎呀，我心肝宝贝，龙王今天能坐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吃饭，姚烈真的是功不可没。你身为本王的女儿都不感恩图报，你是不是要本王没有信用啊？哥，到底是谁救了你？你帮我说话呀！他是个恩人，可现在龙王爹爹已经救出来了，不需要再靠别人了，所以你不嫁也行啊。李冰，哥，你好过分啊！哎，够了！谁再在我面前说一句反对的话，我就抽他的龙筋。水玲珑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这一生会给你幸福的。你帮我的忙，这些冰糖葫芦全部都是你的。夫子说，君子不为利益所为。哎，可是我是你娘哎，不帮我的话就不是男子汉。那也不能以大欺小啊。可是你自己闯的祸自己承担，千错万错都错在你拆散水玲珑姐姐还有李冰夫子的姻缘。姚烈是我一手抚养长大的，那么他是手心肉。乖侄儿，他是我的亲乖侄儿，他是手背肉，那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明明是你自己偏心嘛，手背肉还不及手心的肉厚呢。哎呦，那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怎么办嘛？我真的很乱呢，我这回真的是糟糕了。哎呀，姑姑啊，你叫我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对了。我父皇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太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君子，你是一个大丈夫，我只不过是非常普通的女流之辈。姑姑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你不怪我，我才敢说。你说吧，我会原谅你的。好，水玲珑要嫁人了，没是我做的。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为难，我对不起我自己的亲侄儿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？你侄儿已经有自己的老婆了。那你不生姑姑的气啊？你不要再固执了，你根本不是真正的喜欢我。恩乔，你我已经在草原上举行了婚礼，我已经认定你就是我的老婆。恩乔，恩乔，姑姑啊，侄儿先告辞了。这事情怎么越弄越复杂了？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谁配谁才是对的呢。天生一对，当然是我们啦。啊，好小子，连娘你也敢跟我开玩笑？谁叫我们是天生一对母子啊？我说错了。丢啊！各位，江海叔叔来啦！哦，恭喜龙王，元宝说花果丰收，我特地来道贺。哎，谢谢谢谢，请坐请坐。长公主，您在这里住的可好？你看这里，又有瓜果，又有美酒，你说好吗？说得对啊！长公主来了之后啊，这里奇花异草啊，全都开放了。不，龙王就是因为你放出来了，所以呢，风调雨顺，百花盛开嘛。哎，公主你真会说话。来，这杯我敬你的。相公公，今年的花儿开得特别漂亮，
而且果实也特别的丰富。我带您去看一下好吗？好啊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啊，好啊，来，你快走吧。哎，我也去。哎，龙王，你不要去，你再坐下来，我再敬你一杯酒来。好。相公公，你看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我看你呀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长公主现在一心想嫁给龙王当娘娘呢。长公主想当娘娘？你一点都不在意？要是长公主想当娘娘的话，我衷心祝福她。玉娇阿姨，我帮你把龙王爷爷叫过来哦。夏海叔叔，我们走。来，我再敬你。干杯！坐。龙王爷爷，你过来，玉娇阿姨找你。先失陪了。啊。玉娇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们都在等你，一起去看花果好吗？好，来。长公主，龙王很喜欢你哦。我最喜欢的是元宝的爹爹，王吉利。我的脚。这几样都是上等的货色。正所谓，葡萄美酒夜光杯。用它来跟3两知己喝酒，可是人间一大美事。你的眼光真好。这对夜光杯啊，白天的时候能散发光泽，到了晚上呢，更加鲜艳夺目，用来送礼是最大方的。好杯子，我准备把它送给水玲珑，作为成亲的礼物。好，你帮我把它包起来吧。你说，除了夜光杯之外，再送什么好呢？我听说这波斯的玉石啊，很精美，还有波斯的地毯，很精细。这样吧，我的婚事呢，就由你来包办，怎么样？我们这里承办一场豪华的婚礼，跟皇族婚礼的收费是一样的哦。钱不是问题，这是龙王家女儿，场面当然要宏大。我现在有娇妻了，你应该恭喜我才是。恭喜你了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10年后你还没有人要，我就把你娶了。现在看起来是等不下去了。你要努力啊，我相信你会找到好归宿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赶快给我滚！明珠姑娘，我最近发现脸上多了一道皱纹，你能不能帮我变漂亮点？明珠姑娘，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肉多了很多，你快帮我想办法好不好？你们两个都争着说，我回答谁啊？当然回答我了。你为什么次次都跟我争呢？是你自己先跟我争的。哎，明珠姑娘，你只要能帮我变美丽，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明珠姑娘，只要你能帮我恢复苗条，给你1000金我也愿意呀。明珠姑娘，只要你为我服务，我马上给你钱。我也有钱，先帮我做。唉，有了钱，为什么不能令我快乐呢？以前啊，我很爱钱，以为拥有了钱就可以买下所有的东西。可是我现在有了钱，自己没以前那么快乐了。有权有钱又怎么样？还是不快乐？得不到真爱，又怎么快乐得起来呢？就是因为你的介入，你让我得不到真爱，我的不开心都是因为你。我看不得你快乐，你快乐我就不快乐。好了，别吵了。你呀再说话，你的脸皮啊就甜如皲裂啊！你呀再生气的话，气憋在里面就越来越胀啊！玉娇阿姨，现在只有你去求龙王爹爹，他才会改变初衷啊。你不知道我是最崇拜龙王的吗？他说一，
我永远不会说二。哎，不要多想了，让明珠姑娘好好的给你保养一下，漂漂亮亮的出嫁，好吗？她这种人千金万金，我也不会替她美容的。所嫁非人，没给谁看，我宁愿丑死算了。哎，所嫁非人啊！我看呐，你是3位都想嫁。我没有，我从来都没喜欢过阿成哥哥，翡翠才是属于阿成哥哥的。我水玲珑只喜欢李冰一个人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姚烈？你喜欢姚烈吗？那你嫁给他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解脱了。你说得倒轻松啊，也不知道人家心里难过。我的男人的魂魄全被你这条龙筋给勾去了，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呢？就算骂他是龙精又怎么样？他本来就是龙嘛。他本来就是龙，不是妖精。女人啊，最怕被人骂成是妖精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呢？哎，为了一个值得我不要钱去爱却不爱我的男人啊！为了一个爱我却不爱又非得报恩的人，真爱难求啊！爹爹最坏了，把我许配给我不想嫁的人，要不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的命运也跟你一样。原来天底下的爹爹都是一样的坏。难道女人的命运就任由爹爹摆布吗？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要替爹爹还债？这太不公平了。做人难呢，哎，做女人更难呢。哎，想做一个嫁男人的女人，难上加难啊。龙王啊，你为什么就不懂我的心呢？佛须，你为什么命这么短，丢下我一个人在世上孤孤单单的？女人哭起来的时候呢，最需要的就是男人的肩膀。各位，就让我这个大男人帮你们吧。各位，我可以借肩膀给你们用。多事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你是男人啊！叹什么气啊？最起码你有个恩乔公主。我此生啊，绝对不会辜负恩乔公主。是，你的行为是没有出轨，但你的心还是对着水玲珑的。你不觉得自己很虚伪吗？啊？难道你觉得这样做去对待恩乔公主公平吗？公不公平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赶快去阻止姚烈娶水玲珑吧！我真是受不了翡翠嫁给他呀！受不了？那你就去抢啊，把她抢回来。抢回来又能怎么样？她不嫁给姚烈，难道会嫁给你啊？嫁给我吗？如果那个是真的翡翠的话，我一定去把她追回来。可是，她是个假翡翠。可是呢，她又真的是我的翡翠。真真假假，世事多变，可是我们3个都没变，都这么失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向叔叔，我娘她。你娘喜欢别人，不喜欢我。李冰父子，水玲珑姐姐她。水玲珑已经嫁给别人了。阿成哥哥，翡翠姐姐她。我只要我的翡翠。哎呀，你真是没用啊！我长大才不像你们这么窝囊。女人能把3个勇士变成这样，女人真是比妖精还可怕。臭元宝，你不要脸！哪里带我去黄风龙宫玩？什么时候才带我去呀？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小妖精太可怕了！你说什么时候带我去呀？哎，你站住！
袭击我！你是李斌，我要挑战你！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看你是找错人了。你抢了我心爱的人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抢了你心爱的人？哦，原来你说的是恩乔公主啊！我和公主相爱那么久，今天我要从你手上抢回来。原来恩乔公主也有意中人。君子不夺恩所爱，我会把恩乔拱手相让。此话当真？当真啊！为自己心爱的人，连性命都可以不要，我只羡慕你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我祝福你们。谢谢，我也希望你找到幸福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其实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特别感激你所为我做的一切，包括接受我、包容我，特别是在我生病的时候，你对我还是不舍不弃。不要说了。不，恩乔公主，虽然我们成不了夫妻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永远成为朋友。我会永远把你当成好朋友的。我走了。谢谢你刚才为了我演了一场好戏，让李斌的心舒坦了。恩乔公主，你这么做，你会开心吗？为了所爱的人得到想要的幸福，值得。难道你永远不想李斌了？想，不过不再爱了。其实，刚才帮助恩乔公主，也是在帮助自己。我把你从李斌手上抢回来，是希望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希望公主能接受我的情谊。我身为蒙古第一勇士，论身份，难道配不上公主？我为公主连命都不要了，论诚意，难道比不上李斌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只是我暂时不想谈感情的事。话虽如此，那么将来？将来的事，谁知道呢？不要再跟我谈婚事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你？我来见你，就是想跟你谈婚事。我的婚事不用你管。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嫉妒我？他是我爹爹仇人的儿子，他的生死与我无关。李斌的确是我心爱的男人，所以，就算我的功夫再差，我也会不顾一切去救他。换了是你，难道你不会吗？谁说我不会管呢？他也一样傻，明知道说不过自己的父皇，但为了心爱的人，还很努力，去化干戈为玉帛，结果还伤了自己的一只手臂。
他的有情有义，让我对他更加倾心。因我们草原的儿女是恩怨分明的，我们龙族才是有恩报恩、以德报怨的。那李冰明明对你有恩，你为什么还跟我说什么他是你的仇人？你明知道他是喜欢你的，那为什么还要跟别的男人成亲？恩巧公主，我不想再跟你说这些了。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李冰，就请你去跟李冰过幸福的生活吧，还来招惹我干什么？我得到李冰的人有什么用呢？他的心还是向着你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嫁给那个姚烈，我可不客气。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是不是想像其他人一样，劝我答应这门婚事？我反对你的婚事。你为什么反对？你真笨，难道要把你们的手牵在一起，你才会明白吗？我已经不能再像现在一样更加伟大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需要你让的。我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怎么让？那个傻瓜在等你。夫子，这里全都是姚烈托人为你准备的。啊，他把我赏给他的钱全都花光了。宝贝女儿啊，你告诉爹，你想要什么嫁妆啊？爹爹，我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！喂，你小心一点，很贵重的。哦，龙王爷爷要当泰山大人啦，水玲珑姐姐要做新娘子啦。咦，怎么是蝴蝶啊？我们人类呢，有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。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相爱，结果却遭到祝爷爷的阻拦，他们俩全都死光了，就化为这只蝴蝶，永远的在人间了。这故事真的很感人呐。哎，龙王爷爷，我还有个更感人的故事，你想不想听啊？哎，你快说，我很想听啊。好，从前呢，有一对男女。哦不，应该从我这个小孩子讲起。哎，从我懂事那天起啊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我自己的亲娘。有一回啊，我被一群凶狠的人追，结果掉下了山谷，吓得把尿都撒出来了。哎，这时候啊，水玲珑姐姐就被我嗖的一声放出来。这时候太子就到这里来办公了。哎，他们两个就这样认识了。哎，龙王爷爷，龙王爷爷，哎，吃饭啊！这么感人的故事，你怎么可以睡着呢？哎呀，你兜了一个大圈，还没说到正题呢。能不能一句话把整个故事讲完啊？可以，就是水玲珑姐姐要嫁给李冰父子。啊？不行，女儿的婚事是由父母来做主的嘛。那是人的迂腐。按照我们龙族的习惯，只要两情相悦便可成双。龙王爷爷，你要是反对的话，我把它们变成蝴蝶吧。啊？
答应你，不过我要见见李斌。龙王陛下，你真打算要见李斌？哎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继续跟李斌来往，还说要带他来见本王呢。哎，本王也知道，你快跟我的宝贝女儿成亲了，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节外生枝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我能够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。举水玲珑是我的梦想，我知道它高不可攀。那边是太子，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哎，不是，本王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知道，就算我为龙族赴汤蹈火，我也改变不了我和水玲珑地位悬殊的事实。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李斌对你有恩，而我呢？我可以为龙族放弃生命，来换取龙族的荣誉。可到头来，我所得到的却是这样。唉，龙王陛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对龙族背信弃义的。就算我娶不到水玲珑，我还是会为龙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。哎，姚烈，这10年来你支撑着我们龙族，你以为本王不知道吗？你不会对我们龙族背信弃义的。哎，但是我身为龙族之王，怎么会做出一些违背诺言的不耻行为呢？龙王陛下，哎，你放心，本王一言九鼎，就算我见了李斌，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承诺的。可是李斌并没有死心。哼！啊，我给他们父子俩这么大的面子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胆敢来抢你的老婆，抢我的宝贝女儿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如果龙王陛下觉得很为难的话，那就不必勉强了。哎，不会，在本王心目中，女婿只有一个，就是你，姚烈。谢谢龙王陛下。本王实在是不明白，你有什么长处能吸引我的宝贝女儿呢？龙王陛下，你应该相信自己女儿的选择。啊？你竟然这样跟本王说话？龙王陛下，我是肺腑之言。我和水玲珑性情相投，而且互相欣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共同患难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。您就成全我们两个吧。哼！你敢发誓，能带给我女儿幸福吗？我今生今世都会给她幸福的。本王相信你。谢龙王陛下。哎，要我的心肝宝贝嫁你也行，除非你给我拿出3样聘礼。聘礼？好，你想要什么聘礼，我一定会照办的。你听好了，本王的聘礼就是皇上狠毒的心，5角龙的命和我失去的10年光阴。李斌，你犹豫了是不是？哼！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了我的心肝宝贝女儿在所不惜。哼，这么看来，你嘴上说喜欢我女儿，只是虚情假意。哎，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办不到。那，本王警告你，要是被我发现你还缠着我的宝贝女儿，本王就取你们父子俩的狗命！我说到做到。龙王，龙王弟弟，不用再说了，马上给我走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龙王弟弟，你这样太为难李斌了。哎，心肝宝贝，爹并没有反对你们在一起，但是那个李斌拿不出3样聘礼来，不关爹的事，对不对？哼！
皇上驾到！儿臣叩见父皇。你知错了吗？你跟朕回宫，让太医好好治疗。儿臣自信没有错。虽然现在的伤势很重，但还能挺得住，不用找太医治疗。殿下爷，父子一场，你何必这么倔强呢？更何况皇上已经答应你化干戈为玉帛的要求，你难道要皇上反过来求你？父皇，向海说的是真的吗？谁叫朕有个犟脾气的儿子呢？那儿臣就谢父皇了。你喜欢的女子得不到，父皇为你安排好的，你却白白送走了。做你的父亲真是难上加难。为父的好意一向不为你所接受，不为你所了解。当今世上能知朕者又有谁呢？父皇，可是有很多事情我真的很难理解，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你对我姑姑的事情，我真的很难理解。提起长公主，当日朕一怒之下杀了她丈夫，又差点杀了她儿子，但事后朕也有点后悔。其实朕早就打算把元宝接到宫里来，封他小王爷的封号。父皇难道早就知道元宝是姑姑的儿子吗？朕早就知道了，但过去的事情还是别提了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父皇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父皇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非水玲珑不娶？父皇，除了水玲珑，我不会再娶第二个女子。就算父皇再赐婚，你也不答应？我宁可独身一辈子。好，那父皇就成全你。皇上，皇室一脉单传，你不能让殿下爷独身一辈子啊！请皇上收回成命吧。朕说了要成全他和水玲珑的婚事，只要你肯回宫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恭喜皇上，恭喜殿下爷！现在全家团聚，可喜可贺啊！皇上让奴才来问严将军，宝剑练得怎么样了？听相公公转告皇上，练剑的过程非常顺利，一定按照日期练出。请问严将军，这宝剑练来有什么用？皇上练剑是要保国安民，其用处还用问吗？我是说，我记得当年我在伏魔兵坛训练的时候，皇上早已经想到练剑了。当时练剑呢，是为了屠龙。目前皇上和龙王在寻求和平之道，哪来屠龙之说？严将军，慎言啊！这双手如果可以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